给你们看这个家啊，这个是一个老爷爷，他家每年啊都种这个冬瓜，但是每年呢，他这个冬瓜其实他这个已经大小已经不长了，这他都不摘，每年都挂这么多，这个还长到外面来了，你看看，他都不摘，都快蔫了，他每年都种这么多，然后就放在这里挂着，我也觉得好奇怪。他都不吃。这老爷爷种的菜还挺多的，这个是红薯啊，还有些啥？他是他自己的菜园子，但是他这个冬瓜他就放在这儿，当观赏一样挂在这里。日本人真的挺好玩的。带你们看一下啊，这个是一个路边的一棵无花果树，大家都认识吧？看看这个无花果树，上面结了好多好多的果子，也没有人吃，就放在这里。可以给你们看一下啊，看看，这都被鸟吃了，然后都没有人吃。你看看这个，都没有人摘，都被鸟吃了。看看这个都已经干了，都没有人摘的，他们也不吃。然后宁愿在超市里面买，他们也不吃。看上面还有很多那种大的啊，太可惜了。你们看，还有很多这种掉地上的，哎呀，好可惜呀！他们都不吃，好奇怪，真的是好奇怪。有的朋友质疑啊，说日本人会不会不吃这个无花果？其实他们是吃这个无花果的，只不过呢，他们会选择在超市里面花钱去买，这个还不便宜呢，一盒6个20块钱。再带你们看一家特别奇葩的，这家我每年都看到，他家是有一个葡萄树、葡萄藤，然后呢，每年都套这个袋儿，啊，就是结的葡萄，每年都套，然后呢，从套开始。也不吃，就是一直从，套4季。我感觉它这个葡萄袋套4季。现在这个天基本上葡萄都下市了，然后它套4季，然后它都不吃，就放在这儿套着，挺奇怪的。它这个应该算是卖的呀，但是它也不知道为什么就一直套在这儿。反正到冬天的时候，我看他家也套在这里，看里面应该是有葡萄的，看到了吧？看这应该都有葡萄，但是他也首先还不吃，然后他也不卖，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到了冬天他也是这样套着个袋儿，真的是忘记吃了呢，还是怎么一回事呢？怎么我也想不明白啊。你们看这家都已经荒废了，然后这边是他们这个是一个柿子树，这都没有人住了，荒废了很多年了。然后呢，这里还有一个。那天偶然发现的哈，有一棵枣子树，看到了吧？看大枣树。即使它这没有人住了，它这有果树什么的，咱们都不可以伸手去摘的，不可以伸手去拿的，看到了吧？这个大枣多可口呀，在超市里面都没有卖的。这个大枣多可惜呀，就这样长在这儿，然后也不会有人去摘，也不能去摘。除非他家有人，你可以敲门，你说我可以摘一下你家的大枣吗？这样的话是可以的，可以去跟他说一下是可以的。但是你没有经过人家允许啊，因为这家也没有人了，你也不能去摘他们家那个柿子什么的都不能去碰。哎，这个就是在日本的一个规定吧。它这个柿子也快成熟了啊！哇塞，他们这个柿子可好吃了。但是在日本呢，如果你在路边看到有一些什么果树啊、葡萄呀、结的水果呀那些的哈，或者是路边上你们看到它有一些什么野菜呀那些东西，大家最好就是不要碰、不要摸、不要摘，因为都是私有的，指不定哪天那个有一个老爷爷老奶奶就在窗户面扒着看你，然后你一摘，然后就把你逮起来了，都有这种可能，这些都是违法的。
即使是马路上旁边有一个什么像什么蒲公英啊或者什么东西的，你摘一下都是不可以的。其实我们家门口也有一棵枣子树，带你们去看一下，就在那个河边呢。日本人是不吃枣子的，他就把那个放在那个树上，一直等到它干枯为止，也不会去吃的。带你们去看一下，这就河边呢。朋友们，你们看到了吧？就在那棵，就是那棵枣子树。但是它不是野生的哈，它应该是对面那户人家自己家种的。虽然你们看它这个枣子树啊，就在这个河旁边长着，一般以为它是野生的哈，就是不知道的话，看看这个是被小鹿吃了啊，这大枣应该还挺好吃的。如果我想吃的话，我应该就是要问一下他们家里人，你可以等它出来的时候啊，你去问一下，你说这个枣儿我能不能摘一点吃？他们基本上都会同意的，因为他们日本人也不吃这个东西。但是你不能自己随便的拿，那样的话就不礼貌。等哪天他们家出来的话，有人经过的话，或者是他们两家是一家的，我可以问他一下，我可以摘点枣子吗？这样的话就比较有礼貌嘛。这个枣子看着是挺不错的，在日本超市里面都没有卖的。之前我婆婆来这边，就是想去采一些那个蒲公英嘛，就走到有一个路边，可能是人家家里旁边哈。他就摘了那个蒲公英，然后马上就蹦出来一个50多岁的老奶奶，然后就直接把他就是拽住了，就说你在这干什么？然后我婆婆也不会说日语嘛，就不会沟通，最后整的还挺麻烦的。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哈，来到这边之后，如果来这边旅游来这边玩，碰到有那个野的果树啊，有的野的野菜呀什么的。尽量大家就是不要摘，不要摸，不要碰，都是私有的，都是私有的。好啦，朋友们，你们对日本人的这个奇怪的行为有没有感到很迷惑呢？我们评论区见啦，朋友们，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